好，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4月2号就是川普对全球发动关税的一年了啊。那么白宫呢，也就在这一年呢，那细数这一年的成果。他说，过去美国一年呢，对中国大陆的商品贸易逆差下降了32%，对等关税一年签了超过20项协议。美国经济呢，也比12个月前更具有韧性、竞争力，并且更加的安全。而这项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成果丰硕，这是白宫方面的说法。但是美国全国公共电台引述了税务基金会政策专家，这位叫做约克，他的说法指出呢，2025年4月2号就是关税解放日哈，到现在为止呢，关税相关措施前后调整了超过50次。高度的波动导致去年就业成长疲弱，经济成长放缓，企业增加了看不见的成本。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也引述了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的报告指出，到2025年8月份为止，那么美国进口商、企业还有民众承担大约有94%的关税成本，外国出口商呢，则是透过降低进口价格的方式承担了大约6%。那这个数字呢，到当年年底已经从6提高到了14，就是几乎是2倍多了。好，那么全球对等关税现在满1年了，4月2号就满1年。那么美国人特别请教 Russ， 不管是企业也好，或是个人也好的感受，你觉得是比较接近白宫自己的评价呢，还是接近刚刚提到的税务基金会还有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他们的评估？按照最近很多不同媒体或智库等等的民调，越来越多美国人是觉得川普处理经济问题是处理的不好，是多数意见，而且是越来越多人了。当然，部分美国人或是上次投给 Harris 的话，没有投给川普，不管川普怎么样，内政、外交、经济。都会不对他不满意，但是上次投给他的中间选民，甚至共和党支持者也是对在经济方面是越来越不满意，而且我们都知道理由，那就是东西越来越贵了，不管是日常用品或油价等等，东西或者医疗费，东西越来越贵，那选民就会责怪现任执政者。你觉得这会影响到选情吗？还是说太早了？还是认为太早了，因为还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不知道川普什么时候会宣布下1个钟头他有战争结束了，那油价就会下降了。那如果进入夏天或夏天之后，油价真的开始或大幅下降的话，那对共和党的选情来说还是有帮助。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虽然最近很多民调在经济方面显示选民对川普很不满，同时也有很多民调显示选民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对2个政党也非常不满，但是比起共和党，选民对民主党更不满意。现在川普就主要是还是围绕在川普了，因为川普的这个特色就是变嘛，就是变来变去，实在变得太快了真的是像前1个钟头跟下1个钟头都不知道他的想法会不会，或者说做法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好，那 CNBC 也报道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川普的政策反反复复的，所以呢包括像贸易跟地缘的政治风险不断的升温，美国资产呢持续出现波动，所以投资策略呢也从美国优先转而向这个更多元的配置方式来发展市场甚至出现了避开美国的投资策略。有数据也显示呢，从4月2号解放日以来，巴西、英国跟日本的股市表现都优于美国这个标普500部分新兴市场呢更成为资金布局的焦点。另外有家公司就是 AJ Bell 他们的分析者指出呢，上海综合指数还有南韩 KOSPI 以及日经225指数的报酬率都超越美股的主要指数，显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资金呢正在逐步分散到美国以外的市场，也就是那个关税在发动，但是钱却没有像原先所想象的要流入美国，而是流到了其他市场。那么彭博新闻也报道最新的数据说虽然现在全球供应链加速从中国大陆转向越南，让越南首度成为美国像笔电还有游戏主机的最大供应国家，但是透过这种经由第三国进行附加价值贸易的方式，却让中国大陆可以管控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凸显出的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对于大陆这个出口体系的影响是有限的。好，所以当然这个关税满1年了，我们怎么总体检看它的 pros and cons 呢？我先请教一下奎博老师。它这个关税1年，你可以看到它确实让很多国家被迫的承诺投资美国。对啊，这个它收到的红利真的是很大，但是这个投资现在才慢慢的才要准备要转进到美国。所以当它要发生效果的时候，我想应该还要在1-2年的时间。如果各国都履行他对于川普这种被迫的承诺啊，那另外就是说，川普他这个关税的手法已经让很多国家对于美国的反感是增加的，增加的，更不用讲说，美国因此有些贸易的往来跟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反而是减低了，因为有些国家就开始躲过美国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他可能要想的就是不能只靠关税。因为他说关税是字典里面最漂亮、最美丽的那个字，可是最美丽的字不能够拯救川普政府现在他想要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这种理想。譬如说美国的基础建设，川普现在很努力的在把这些电厂还有能源的供应把它做好。那美国的铁路虽然说弱了一点啦，但它至少公路网算是还不错啊，至少四通八达。所以基础建设这是他努力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另外好几个，我觉得川普现在似乎还没有办法马上改进。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讲人才的问题，他还是必须要吸引外国人才来。那人才高阶的白领是这样，可是蓝领呢，他现在大举抓移民都跑掉了。以前美国有一些的基础人力是非法移民构成的，现在没有了。好，另外还有包括像川普他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特别是在晶片、半导体的高科技产业。可是这个也不是2-3年就做得起来的。好，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其实现在一定要讲 AI 自动化了，制造业。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可以领先世界？目前看起来并没有。那如果这样子做不到的话，他怎么样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所以除了关税以外，刚刚惠波老师也提到了，他还得想其他的工具。对，他其实我们要看更深层的话，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是它的科技水准跟它的人才那还有就是资金这3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根本性的，尤其进行这种重要产业甚至未来产业的竞争，决定不只是你现在的胜负，未来的胜负的部分我觉得川普做的是比较差的，而且他的政策事实上把很多好的人才赶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它的科技发展的话，它只是一味去阻止别人发展，可是呢，它并没有增加自己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竞争力。那比如说，它对这些产生高阶知识的这个大学学府用意识形态去管控跟处罚，其实这个伤害你不是1天2天看得到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会妨碍到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竞争力的基础，因为现在美国这个国家不是跟什么越南跟这些国家竞争，它是跟中国大陆、跟欧洲、跟日本这种国家在竞争，它是要搞这种所谓的这种旗舰产业，然后呢是需要人力密集、脑力密集、这个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可是川普这些作为基本上。这些方面都是做了很多负面的事情。我尽管这个关税的效益没有像川普当初所讲的这么的庞大，可是他不会认为是他的问题他可能会认为是别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谁呢？就是 Lutnick 因为这个 Politico 最近报道说，川普对于商务部长 Lutnick 表达不满与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报道是这样讲说 Lutnick 呢被视为是性格强势、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并且向总统提出不成熟的构想而闻名。之后呢，往往需要其他人出面帮他收拾善后。那当然呢，他可能下台这个事情呢，长期以来也是华府的热门话题虽然说啦，他是川普的老朋友，但是除了总统之外，其实报道也说他没有其他的盟友长期被传出说可能会被撤换的消息接着老师怎么看这个是先放个消息还是说就是找一个战犯？我觉得当然关税
在美国来讲，因为最高法院判决看起来就是处理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不是总统自己出来扛，就要找人来借人头一用。当然不会是川普扛。对对对，那这是一种可能。另外，大家如果还有回忆的话，前一阵子这个 Lutnick 就是因为这个爱普斯坦issue 有没有带他家人啊去旅游啊，这些都是负面的。另外一方面，政治上面啊，这个孤鸟比较容易被大家当作箭靶子吧。如果在政坛里面这个兄弟哥们比较多的话，那很可能会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年底选举，如果他是 liability， 如果会给川普负面的话，他的风险就比较高了。他现在是川普选情的负债，会掉票，会负债，那他就。